同学们好，欢迎同学们跟着林老师学汉字。今天呢，我们来学习冬这个字，冬天的冬。冬，这个冬字呢，它是中的本字。我们来看它的甲骨文，描摹的是一段丝或者是一根绳索，两头都打上结，表示两个顶端，也就是终结、结束的意思。而冬季又是一年四季中最末的一个季节，后来呢，就借用这个冬字来表示。而结束之意呢，则在冬字之外加上表示丝的绞丝旁。那么我们来看后边到了小篆呢，就是把下边增加了这个部分。大家还记得这个部分是什么吗？对了，就是冰，足见滴水成冰的这个寒冬有多冷了。后来呢，楷书的形体为了书写方便，就把下边的这个部分变成了两个点儿，这就是冬天的冬了。那么这个冬，它的本意呢，就是指结束、终了，后来被假借专指一年中时序最终了的季节，就是冬季。来，我们一起读一读这两个词语吧。冬季，冬季，冬天，冬天。说起冬天啊，印象中总是枯木凋零，千里冰封，白雪皑皑的样子。北国的寒冬滴水成冰，感觉呀能冻掉了耳朵了。冬天的来临，很多时候也没有先兆，前一天还是深秋，一夜北风过后之后呢，门前已是玉树琼枝了。来，我们读一读这几个关于冬天的词语。千里冰封，万里雪飘，白雪皑皑，玉树琼枝。那这是北国的这个冬季，而在南国呀，四季并没有那么的分明。冬天来了，小溪小河清瘦了一些，风声大了一些，气温呢再下降一些，也下了一点雪，那么可能到地面上它就化了啊，这就是南方和北方冬季的区别。冬天虽然是寒冷的、肃穆的，但并不缺少生机。昆虫的卵蕴藏在地下，等待着来年破壳而出。许多的动物呢，则进入冬眠来维持生命的延续。鸟儿们或者飞到南国越冬，或者就留在北国，以草籽、干果为食。植物也挤干了身体里的水分，进入了休眠期。一旦认定生长的时机到来，它就不顾一切地开始生发。大家来看，这就是冬眠的睡鼠，它冬眠的时长长达9个月。这呢，就是南非的大雁。下边我们就来看一看冬字的写法。上边是3笔折纹，撇、横撇、捺，写伸展一些，撇出撇尖儿，捺出捺角。下边加2个点儿，就像小雪花一样，落在竖中线上，点点。下边的点儿比上边点要稍微的长一点，这样就会更加的好看了。下边呢，就请同学们自己拿出铅笔，拿出填格本，自己来写一写，练一练吧。好啦，今天呢，我们的课就上到这里了，同学们，再见。